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稻盛和夫说，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做一些阻碍自己成功的事情呢？原因在于个性、习惯和脾气。细节决定成败，习惯决定着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不良的性格组合是导致人生失败的重要原因。但是性格既然是天生的，是遗传的，但又是可以通过后天环境加以塑造的。因此性格本身也可以调整，好的脾气可以慢慢养成，纠正习惯需要不懈的练习。他发现有这几种性格的人早晚会吃大亏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稻盛和夫提到的早晚会吃大亏的性格。对了，在影片开始前，容我说明一下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稻盛和夫曾说过，不要怕得罪他人，该翻脸时就翻脸。如果你的善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，那就收起你的好心。再善良的人也要带点锋芒。华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做人就要选择去包容身边的人，在容忍的范围内选择谦让不得罪。可是如今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越是包容身边的人，越容易被人欺负吃亏。善良同时要有一个度，不要对待什么人都一心向善，这样只会让自己委曲求全，最后成为了烂好人，也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自己好欺负。所谓的与人为善，并不是一昧的顺从别人，而是要顺从自己的内心。人心分善恶，善良的人，我们就要给予他们最大的善意，但是遇到阴险的人，我们就要保持距离并疏远。如果他们还得寸进尺，那就要毫不留情的翻脸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变得沉默寡言，他们总是怕说错话，他们看似情绪稳定，实则不过是学会了隐忍，不愿意跟人计较，用好脾气来委屈自己，不愿意跟人翻脸，就怕关系出现裂痕，习惯性妥协，就怕对方不高兴。在这个残忍的社会里，你的忍气吞声，往往换来别人的得寸进尺。所以别用无底线的善良纵容他人的恶意。好比去朋友家里做客，讲完事情后，到了吃中饭的时间，屋主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处理，不能继续招待你，但不好直接说自己不方便，于是就会反过来故意说，不然留下来吃中饭吧。当然了，这也要看是什么关系的，不过在多数的情况下是对你的一种暗示。如果你还以为对方是真想留下来请你吃饭，爽快答应，反而搞得屋主和家属十分尴尬，对你的印象也会大打折扣。在人际交往中常常听到客套话，真的没有必要当真。这种客套话很多人都只是听过就算了，尤其在成年人的世界更是如此。稻盛和夫相信，一个人不受私心蒙蔽，就容易看清事实的真相，看出事物的规律。就是说，只要不贪心者才能见真。学会辨别真假客套话，听懂话外的意思，学会分辨每一种礼貌常用的语句，让大家都有余地。有些人随便遇到能聊上几句的，就以为是遇到知心人了，太容易付出真心，往往是早晚会吃大亏的性格。因为人际关系中，可能你的付出并不是对方想要的，或者是有些人只会一昧索取，不会付出，甚至还会得寸进尺，并不是所有付出的真心都可以得到回报。有些朋友见人就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，以为付出真心就能拉近大家的关系。但是有没有发现，你说你的往事，别人嘴角笑笑，说句鼓励话就代表听完了。在你看来他是朋友，在他看来你是个口无遮拦的傻子。当他需要你时，你义无反顾的去帮他，在你看来是在朋友间理所当然的互相帮助，在他看来你是个有用时能帮上忙，没用时能踢开的烂好人。因此交友要心细。稻盛和夫如今的矜持已经成为一家大公司，然而稻盛和夫以往所经历的人生道路却总是跌跌撞撞，屡遭挫折。稻盛和夫大学毕业时投递了各种求职机会，也全都不及格，在指导教授的引荐之下，才好不容易找到工作。然而所进入的那家公司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，仿佛随时会倒闭，财政赤字惨不忍睹。稻盛和夫管好自己的嘴，不埋怨，最后赢得成功。有些人藏不住事，该说的和不该说的都一下抖了出来，尤其在职场，这样的性格很容易为自己惹祸，也不会得到重用。要记得，逢人只说7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，剩下3分神秘。
我们对自己的温柔忍受不了委屈的人，通常别人骂你一句，你就要回10句。这是一些人不服气但又没能力的表现。这类人基本上是职场新人。除了玻璃心忍受不了委屈这种情况外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形成稳定的自我评价，面对外界的批评，心理上就会呈现2种方式。第一种是害怕别人的批评，从而被动承受批评，久而久之内心变得郁闷，这是心理防御机制中的逃避机制。第二种是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，从而反击回去，这属于攻击机制。稻盛和夫提到，工作场所就是修炼精神的最佳场所，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委屈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披着狼皮的羊，当你真正揭开它的面纱，就会发现委屈是助你成长的粮食。委屈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射出的便是你的能力。性格上的短板，只有你真正认清了它，才能打败它。我们一天8小时在外工作，见到遇到最多的就是和你一起工作的人，他们不是你的家人。别人说一句你忍受不了委屈，回击10句，表面上你赢了，其实你输了。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，也就是你心里不服对方，觉得委屈，心里郁闷，就有了这种心理对抗。久而久之，谁都怕了你，还有谁敢跟你说话呢？性格急躁的人，但凡有一点事，恨不得1秒内解决。有些人特别容易被激怒，且十分暴躁。与人相处的时候，这些易怒和极度暴躁的人，由于情绪上常常把控不好，容易与人造成冲突，最终得罪人或者搞砸事情，吃亏的还是自己。性情急躁的人，自我意识强烈的人，往往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，即使听了也会反驳。但是真正能够上进的人，是怀着率直的心，经常听取别人的意见，经常自我反省，正确认识自己的人。因此，适当的避免急躁情绪，主要可以从先思考后行动开始。很多人心急是因为把全部的事情堆在最后1秒才开始做，所以免不了要加快脚步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早计划，把时间掌控好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急着去做某件事，心态也会冷静下来。优秀的人做事不急躁，往往都是考虑周全后，还把握细节。他们做事特别细心，过程中很少出错。他们之所以做事细心，全靠日积月累，养成从容不急躁的性格。看一个人说话，大致上就会看出他们的内心如何。内心健康的人，说话一般都不会恶语相向；内心不健康的人，说话一般都会伤人。从心理学角度来说，嘴不饶人的人，一方面其实是在用语言释放自己的攻击性，通过口舌之力达到打败对方，或者是展示自己能言善辩、知识阅历丰富的优越感，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此外，说话不饶人的人，往往会通过打击别人来获得自己的尊严，经常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打断别人。他们经常善于寻找别人说话的漏洞来打击别人。稻盛和夫说道：“我所提拔的对象，既不是头脑清晰的人物，也不是知识丰富的秀才，而是根据我的判断，具备了优良人性的人。一个高情商的人，是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去反驳你的，只会在私下里跟你交换意见，既给了你面子，也会提供点子。有些人天生就优柔寡断，做不了决定，自己的人生都让别人掌控了，自己的利益自然不能保证，必吃大亏。不管在职场还是在生活，我们身边都应该见过很多做不了决定的人。做不了决定的人，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担责任和后果，因为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放弃什么，所以害怕决定后的后悔。一个人优柔寡断，无法做决定的原因，很大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。他们在生长家庭里，从来都是父母帮孩子决定的。这种类型的家庭鼓励孩子依赖，不愿支持孩子独立，所以孩子长大后，对于生活中的任何问题，没有能力来决定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选择意味着什么。而有的家庭中，孩子只听父母的话，当孩子有不同的意见时，父母想尽办法让孩子扭转过来听自己的。时间久了，孩子就习惯了没有自己的意见，凡事听大人的即可。等到需要孩子做决定的时候，孩子顿时傻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做选择，并且选择之后会怎么样。所以很多人选择逃避决定，而最多人逃避的方式是说随便，我都可以，然后交给另外一个人做决定。如果结果不理想的时候，他的问题可以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。任何人的先天性格都有不足之处，最好的性格也不能完美无缺。要成功就要改掉早晚会吃大亏的性格，才能改变命运。以上就是稻盛和夫给年轻人的忠告，会阻碍你人生的性格必须马上改掉。
那么这支影片对你有什么启发或价值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让我们知道哦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，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，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。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，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。